各位伙伴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正站在一个全新时代的起点。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扬帆出航，来探索一片充满了机会，当然也有挑战的新海域。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人工智慧的浪潮之中，你和我要怎么样运用我们内心的那个情商罗盘，稳稳地驶向成功。你想想看，我们每天在打拼的这个职场，它其实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你看远方那些阳光普照的岛屿，就是各种机会，但同时海上也随时会有风暴跟漩涡，那些就是潜在的风险。那 AI 是什么？它就是这片大海上一股全新的超级强劲的风暴跟洋流。它快到可以把你推向从没想过的高度，但也可能一瞬间就把你打翻。所以说，你的专业技能就像是船的引擎，就算再 powerful， 如果你没有好的导航技术，那很可能就是在原地打转，最糟的状况还可能翻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航海地图啦。首先，我们会先来认识一下这片 AI 新海域，接着我会揭晓一位好船长必备的4大神器，然后呢，我们一起去寻找这趟航程中真正的宝藏。对了，我们也为那些独自航行的冒险家们准备了特别的指南。最后，我们会一起画出专属于你自己的航线。好的，那我们就出发啦！第一站，认识 AI 新海域。在这片瞬息万变的海上，你得知道，以前那些旧的地图，我是说那些只强调 IQ 跟工作效率的旧方法，可能已经不管用了。很多人都在追求所谓的心流，但那就像是冲浪高手偶尔才能遇到的一道完美巨浪，虽然超爽，但你根本没办法复制它，对吧？所以，情商研究的大师丹尼尔·高曼，他就提出了一个更可靠的目标，叫做最佳状态。你看到左边这个稳健的航行，它代表的是一种你可以持续稳定的高效能状态。然后你再看右边这个完美的冲浪，它就像是追求心流，很棒，但是一种很难得的高峰体验。在 AI 这个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偶尔一次的完美表现，而是每天都能维持高效、稳定，而且心情还不错的最佳状态。这才是更务实的航行目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身为一个船长啊，你的驾驶舱里到底需要哪些核心仪器？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能不能航行成功的关键。情商，也就是 EQ， 它的4大支柱就是你最重要的4样工具。第一，指引方向的罗盘；第二，维持船身稳定的稳定器；第三，侦测周遭环境的雷达；以及第四，协调所有船员的反锁。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罗盘，自我觉察。你想想 ，AI 可以给你最精准的数据、最快的路线图，但它读不懂你内心的直觉。当所有数据都跟你说没问题，但你心里就是有个声音觉得怪怪的，那很可能就是你大脑深层的经验资料库在对你发出警告。一个好的船长，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该相信仪表板，什么时候该相信自己内心的罗盘。再来，第2样工具是稳定器，自我管理。当市场风暴一来，压力超大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的警报器，也就是杏仁核，很容易就被触发，让你瞬间失去理智。这就是所谓的杏仁核劫持。这时候，高情商的船长就会启动认知重评这个功能，来稳住船身。简单说，就是主动换个角度看问题，把威胁看作是挑战。而要建立这种韧性，关键就在于你得透过每天累积一点一点的小胜利，让自己习惯成功，这样才有信心去面对真正的大风大浪。好，第3样工具是你的雷达，社会觉察，也就是同理心。AI 再厉害，它也看不出来你旁边的同事是不是快累垮了，或是心里正焦虑不安。所以你需要像雷达一样去扫描整个团队的情绪气象，去理解他们，感受他们，并给予支持。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心理安全感，让整个团队都敢冒险、敢创新。最后一样，反手关系管理。这个工具啊，是把前面所有的观察跟洞察，通通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一个优秀的船长不是靠着吼叫来下命令，他是透过影响力去激励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齐心协力。这就像是调整反手一样，让整个团队就算在逆风中也能借力使力，创造出那种我们是一伙的强大归属感。好的，我们现在拥有了这些超棒的工具，那所以呢，这趟航程真正的宝藏到底是什么？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情商才不是什么软实力，它能直接带来实实在在的、可以量化的硬绩效。你看这个数字超惊人的，有研究显示，对于高阶领导者来说，EQ 对成功的影响力居然是 IQ 的2倍以上啊！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你越往上爬，情商就越是关键。这边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证据，有一项针对金融顾问的研究就发现，你看这个图表，那些接受过情商训练的顾问，他们的销售额成长率比起没有受训的对照组，足足高出了快要3倍。你看，当船长懂得鼓舞人心的时候，船员们自然会更卖力的划桨，业绩当然也就更好啦。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好了，领导者就是团队的情绪恒温器。你想想看，如果船长自己整天都很焦虑、很暴躁，那这种有毒的氛围就像病毒一样感染整艘船。最后的结果就是，优秀的船员一个个都受不了，只好纷纷跳船求生。反过来说，一个冷静又乐观的船长，就像定海神针一样，能让团队在最大的危机里面也能保持稳定。好，那问题来了，如果你的船上只有你一个人呢？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我们特别为一人公司或是那些独立工作者们准备的单人航行指南。当你既是船长又是水手的时候，这些导航工具一样非常重要。一个人航行最怕的就是陷入孤岛思维，所以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幽灵舰队。这不是真的船了，它指的是一个由你的同才、导师，还有你参加的社团所组成的支持网络。他们能够提供情报，给你回馈，还能给你情绪上的支持，让你不会在茫茫大海中觉得孤单。来，这是你的单人船长日志，这3点一定要记下来。第一，要用同理心对待自己，千万别当自己的惯老板，累了就允许自己靠岸休息一下。第二，要接受够好的表现，不要什么都追求完美，因为完美主义是导致过劳的无底漩涡。第三，善用我们前面提过的小胜利，把它当成你每天的导航指标，每天完成一个小目标，就能让你一直有前进的动力。好了，我们的航程差不多要抵达终点了。现在是时候把我们刚刚学到的所有工具和地图全部整合起来，设定出你自己的专属航线了。所以，请务必记住最关键的这一点。在 AI 的时代，科技可以帮我们计算出最有效率的路线，但它永远无法取代我们身为人的温度与洞察。真正决定你最终航向的，永远是你内心的那座罗盘，你的价值观、你的热情和你的人性。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船长，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最佳状态呢？在 AI 的浪潮中，你将如何运用你的情商罗盘，驶向那片属于你的伟大航道？